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周日在北京揭幕，为期2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论坛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多位中国政策制定者与来自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全球工商界的110多位嘉宾讨论中国发展以及外商投资等问题。中方就扩大开放释放了哪些权威政策信号？外商外宾又如何看待中国发展机遇？来看报道。24号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2000年创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全国两会后举办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对话合作的重要桥梁。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本次年会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既是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也充分体现了各界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期许。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李强指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持续发展的大机遇，与各方携手创造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在会上表示，中国推动7个领域设备更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持续为国内外投资者带来机遇。我们将在7个领域推动设备更新，让工业、农业、教育、交通、建筑、文旅、医疗这7个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在5万亿以上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我们开展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也有望释放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的转型，在2030年前，每年至少新增投资在2万亿以上，中外企业都可以从中分享这个红利，赢得发展的新增量和新优势。郑山杰还表示，将加快出台2024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支持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建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今年的论坛吸引了100余位，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主要负责人，来自能源资源、装备制造、金融保险、高科技与半导体、医药健康、专业服务、日用消费等行业的外资企业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以及包括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参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该组织预计今明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超过3%，而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I a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commitment of China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has served China and the world well in the past. I have no doubt it will serve the world very well in the future.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注意到，今年前来参会的美国跨国企业 CEO 的数量比去年大幅增加，这创造了一个更加良好的氛围。他认为，这一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更多美国企业家希望了解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There's great concern in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about China's economy, about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bout,should they be expanding? So they need to hear from the senior leve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是论坛的老朋友，刚刚在上海参加完苹果上海静安寺广场店开业仪式的库克表示，他爱中国，将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Are you enjoy your trip in China? Very much. I love China and the peopl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It's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and we're continuing to invest. 22号，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库克时就强调，中方欢迎苹果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实现共同发展。库克也表示，中国人才资源丰富，创新活力强，是苹果公司的重要市场和关键供应链伙伴。苹果公司将继续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持续加大对中国供应链研发和销售的投入。与苹果一样，德国西门子也是中国民众十分熟悉的品牌。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人除了参加论坛外，还安排了跨越北京、深圳、广州3地的20多场活动和会面，密集考察中国市场，思考如何把握中国机遇。 You always look for markets which are driving innovation, which are moving extremely fast, and China is a market. China is not only our largest market when it comes to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but it's also, meanwhile,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ones. 很多的外国的企业巨头的中国行，应该说他们还是非常重视中国市场，重视发展的潜能和合作的契机。但是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面是，很多的外企，尤其是跨国企业，在观察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在看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来试图规避风险。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再强调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合作，展现出的是中方的诚意。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今天在北京揭幕，主题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那您对论坛有何观察呢？主持人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是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继续释放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特别是让外资企业对中国政策和中国市场产生信心，继续在中国投资，抓住高质量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新机遇。 从参加论坛的阵容来看的确给人以经济联合国的影响。来自世界主要国际组织、世界500强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包括多位诺奖得主，齐聚北京讨论和展望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的前景，涵盖了装备制造、金融保险、高科技与半导体、医药健康等多个行业。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和战略上 穿的小渊高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么多知名的跨国企业和学者到北京开会，也意味着中国的开放路线和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换句话说，支持市场力量和全球化的大人物都聚集在中国了。李强总理做了主旨报告，告诉各国来宾中国的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在持续的增强，新产业新动能在发展壮大，并承诺中国政府把尊重市场、 服务企业作为重要立足点和着力点，认真回应解决企业的关切，与企业相互信任，双向奔赴。他强调中国将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连接世界。国家发改委更是向参会的企业家给出了具体的数据，来展示中国的发展机遇。这些天量市场数据都是很诱人的。 相信有眼光的外资企业会抓住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的。一些外企已经表态了，苹果公司承诺将继续在中国长期发展，持续加大对中国供应链研发和销售的投入。惠普公司的总裁说，将把握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加大在华创新投入。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将扩大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这些均表明，中国大市场还是挺香的。 跨国企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据美媒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4月访华，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已多次暗示与中国有关的优先事项。实际上，去年7月，耶伦便曾到访中国，与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举行会谈，加强沟通成为双方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此后，耶伦多次与中国展开经贸领域交流。那么，耶伦即将开启第2次访华的目的是什么呢？ 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3号，2名美国官员向美国政治新闻网表示，财长耶伦将于4月再度访问中国，但没有透露耶伦访华日程和会议议程等细节。不过，外界注意到，在最近几个月的演讲和采访中，耶伦和其他美财政部高级官员已多次暗示与中国有关的优先事项。
彭博社形容，这表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一步稳定。报道称，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耶伦的访问计划反映出拜登政府寻求维持中美两国关系仍然脆弱的稳定。去年12月，耶伦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拜登政府寻求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与中方举行面对面会晤是至关重要的。耶伦当时还称，他计划在2024年以美国财长身份第2次访华，讨论所关切的困难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对此次潜在的访问不会有过高的预期，而是希望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触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双方的机制化的合作，在深入一些具体的问题，不管是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还是金融政策方面的沟通，包括美国观察中国的发展态势，都是耶伦一次又一次访华行程以及工作组相关会议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有美媒注意到，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渲染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政客竞选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高级官员访问来缓和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实际上，从去年6月份起，美国官员开始密集访华，沟通均是其中的关键词。耶伦去年7月的访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也是其财长任内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023年7月6号，耶伦抵达北京当天，就有媒体报道，他与接机的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杨英明握手近20秒。当时北京上空刚好出现了一道彩虹，耶伦经提醒后抬头欣赏。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也分析了这道彩虹的寓意，认为中美关系要带着诚意、互相尊重，才能雨过天晴。耶伦在华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其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中方财政部在通报耶伦访华情况时特别提到，后续保持中美经济领域的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交流。而在美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耶伦也直言，预计此行将有助于与中国新经济团队建立一个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根据双方在会谈中达成的共识，形成了中美经济工作组和中美金融工作组，分别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及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这两个工作组的成立提供了相通的平台，创造了共进的契机。据公开资料显示，耶伦是著名经济学家，在就任财长之前曾担任美联储主席。根据其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外界普遍认为耶伦对华立场比较温和，多次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去年11月，他与应邀访美的何立峰又举行数次会谈，为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做好经济成果准备，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耶伦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重申，美方不寻求同中国脱钩。I spoke to Vice Premier He about our goal of achieving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benefits both our countries over time.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our economy from China's. This would be damaging to both the U.S. and China and destabilizing for the world. 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代表团在参加中美经济工作组第3次会议期间，就曾透露出，耶伦希望今年能访问中国。当时就有舆论解读，该会议将为耶伦计划中的访华做铺垫。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共同主持，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20国集团财经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此外，中美两国商务部还成立了商贸工作组，并于今年2月举行了第1次副部长级会议。有分析指，中美商贸工作组与中美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一起，共同组成了中美经贸沟通机制。3个工作组定位不同，各有侧重，但共同覆盖了几乎中美经贸领域对话沟通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
苏晓辉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对话已经是肉眼所见的成果。正是因为双方对口部门之间的沟通，成立了一系列中美工作组，并发挥的作用，才能使得中美双方通过多次会晤，逐步沟通细节问题，从而寻找问题的出路。那么这次耶伦访华是在一系列准备之后又一次取得的成果。当然呢，一次访华行程，双方之间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呢，从美国方面释放出的一些信息，美国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仍然希望在经济、金融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但是不管如何，在双方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希望稳定关系的共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长耶伦计划在4月份访华，那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中美在经济领域会相向而行吗？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的确透露了美国财长耶伦要在4月份访华，这是拜登政府进一步稳定与中国关系的举措，也是要解决美国关切的3件事。不过呢，美国财政部没有给出访华时间表和具体的议程，但在选举年呢，拜登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不出大的争端，对他的连任非常有利。而从美国财政部高官释放的信息看呢，耶伦访华操心的是3件事：一是面对面的会谈将有助于中美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这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之一。中美关系出现任何的波折，对拜登的连任竞选都会带来麻烦，会被特朗普认为是无能糊涂。二是与中国联手管控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银行危机，特别是美国的区域性银行危机仍处在风暴眼，高利率压力和商业地产的困境有可能把区域性银行再次打入危机。三是中美在反洗钱上的合作。还有一个美国没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话题，就是美国国债。美国的债务已经达到了3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还在举债，否则就难以运行。为了能够借债，新的美债必然要提高利率，但同样也点燃了美国能不能还债的担忧。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就把美国债务描绘为海洛因，批评美国政府的欠债新闻已经上瘾，这让美国经济处于危险的境地。在美国通胀重新攀升、预算赤字和付息支付飙升的压力之下，美国财政部用于延迟债务违约支付的现金，可能最快将在今年的6月份之前就被消耗完了，比美国财长耶伦预期的还要早。弄不好美国就会出现历史性的债务违约。因此耶伦要在4月份访华，一方面向中国保证中国将成为首批获得支付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继续买美债。但是对他的访华不要抱太大的期待，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态势是不会改变的，充其量就是管控风险，离中美经济相向而行还是有距离的。乌克兰军队仍在23号晚间向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和别尔哥罗德2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军则在24号凌晨空袭乌克兰多地。而波兰武装部队声称，俄方向乌克兰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进入了波兰领空。乌总统泽连斯基暗指美西方政客优柔寡断，延迟队伍援助，美国却敦促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背后有何原因？来看报道。据法新社援引官员消息称，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全境响起防空警报，首都基辅传出巨大爆炸声。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首都发生爆炸，防空系统正在启动，不要离开避难地点。但据英国《金融时报》22号引述3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敦促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认为相关无人机袭击可能推升国际油价并招致报复。报道称，白宫担忧乌克兰的袭击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存设施，损害了俄罗斯的石油生产能力。自3月12号乌克兰首次开始袭击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油价迄今已上涨近4%。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施制裁，但俄罗斯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不过，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22号在基辅安全论坛上对此予以否认。他表示，乌克兰将独立做出关于摧毁俄境内合法军事目标的决定。我们不会询问任何人要攻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哪些目标。在现在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
局面下，如果说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生产设施受到破坏，它这个产量进一步降低，还会加剧现在国际能源市场这个供不应求的局面，会进一步维持一个比较高价的状态，也就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这个财政的收益，继续支持它的这种整个经济的运转和这个对军事行动的支持。此外，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在访乌时表示，北约已做好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准备，但同时强调，目前没有北约军队在乌克兰，且北约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但外界高度关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西方介入乌克兰冲突后，俄罗斯已经从特别军事行动的状态过渡到战争状态，并强调，目前俄罗斯正处于战争状态。在路透社看来，上述发言是佩斯科夫迄今为止针对乌克兰发表的最强硬评论之一。分析认为，之前一直避免用战争一词的俄方官员，如今更换表述，这表明俄乌战况正在进一步升级。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北约呢，都不愿意是爆发直接冲突的。从博弈论上来说，他们是在玩一个这个小鸡游戏，就是比谁胆小的游戏。双方都在试图用这种直接冲突的这样一种威胁来吓唬对方，让对方不要做得太过分。俄罗斯这场对北约说，你不要直接下场，不要直接干涉，你干涉我也不怕，但是后果对你肯定更严重。23号在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舰船对企图向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的菲方船只采取管制、驱离等措施。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回应表示，菲律宾舰船擅闯中国仁爱礁邻近海域，完全是菲方挑衅滋事。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23号，菲律宾在上轮运补仅18天之后，违背承诺，再次派出2艘海警船、1艘运补船擅闯中国仁爱礁邻近海域，图谋向其非法坐滩军舰实施非正常运补、运送建筑材料，借机侵权挑衅滋事，一意孤行，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现场非运补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警告和航路管制，仍强行冲闯侵入。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规制、拦阻、驱离、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吴谦24号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此次事件完全是由菲方挑衅滋事引发的，中方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方愿与菲方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争议，但菲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妄图将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加固建成永久性设施，中方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正告菲方停止发表任何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局势升级的言论，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防部很严肃的、很严重的这个发出警告代表就是说这个仁爱礁的主权的宣示愿意跟菲律宾坐下来商谈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菲律宾本身来讲并不愿意坐下来谈，只是用一艘这个搁浅在那里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战舰那不断的补给，那这个中国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据统计，今年以来，中菲双方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发生近11次摩擦。本月15号，国防部就已对菲律宾频繁袭扰仁爱礁问题进行了回应，称菲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其行为严重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国防部还特别指出，有域外大国参与其中，他们罔顾事实，为非站台背书，挑事生非，妄图搅乱地区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对菲律宾访问期间，就再次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这是布林肯自菲总统马克思2022年上任后第2次访问该国，也是继不久前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之后又一位访菲的美国高官。布林肯在会见菲外长马纳罗后的记者会上声称，美菲在南海有着共同的目标。
美国对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有着钢铁般的承诺。事实上的菲律宾的这个实力其实我看是不堪一击的。搅乱是可能会有了但事实上能不能真正的在南海里面构成一些威胁我想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实力已经相当坚强了。菲律宾想在这个地方占得便宜的可能性并不高那美国呢也只能借由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来这边搅事。实际上，仁爱礁的主权归属简单清晰，非在仁爱礁坐滩明显侵犯中国主权。但西方媒体过去20多年来一直进行偏颇报道，美方更是不断怂恿、煽动菲律宾维修加固坐滩军舰，甚至频繁派军机、军舰进行所谓自由航行和侦察活动，在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威胁。分析指，正因为有美专业团队来为菲律宾在南海搅局进行精心策划，菲律宾才显得底气十足。白宫近期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11号在白宫主持首次美日菲三方领导人峰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讨论经济关系和印太安全议题。有报道指出，美日菲领导人会谈的协调工作主要由美国负责，意在推动亚太多边合作，以遏制中国。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美日菲三国在南海方向上互动频繁，外界高度关注此次美日菲三边首次领导人峰会是否会宣布成立一个类似美英澳奥库斯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的安全机制。美日菲但是这个三国的这个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它其实实力上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是不是能形成一个比较巩固的这种所谓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圈呢？我想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只是美国那么不断的在印太地区那么展现它还是有一些盟友可以跟他一起共同那个什么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